昨天晚上我还是向老板提出了离职，现在回想起来，好像整个事件从上班第一天开会时就埋下了伏笔。早上刚到公司坐了一会儿，老板就召集我们开了个会。会上，老板详细地讲了接下来的工作内容、考勤制度，还有一大堆细致到有点苛刻的要求。我越听越觉得不对劲，这跟当初面试时 HR 说的完全不一样。工作内容变了也没什么，但薪资待遇是和工作内容挂钩的。本想着等会议结束后找老板问个清楚，没想到他却匆匆忙忙先走了，我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，只好先跟着安排开始工作，直到晚上快9点才结束，累得够呛的，但还是去办公室找到了老板，询问了一下，果然和我猜测的一样，薪资待遇和 HR 当初承诺的完全不同。在这过程中，老板还一直强调，包吃包住也是福利的一部分，所以工资才会那么低。更让我难以接受的是，开会时他说住宿舍的员工必须8点准时到，而不住宿舍的反而可以晚到或者早退，还要求我们多多包容他们。现在我是终于明白了，所谓的包吃包住不过是变相的让我们加班更方便罢了。回到宿舍后，我越想越不是滋味，就在微信上问了 HR， 结果对方居然回复说我不清楚，你要去问问老板。我顿时火气就上来了，一个 HR 连自家公司的薪资待遇情况都搞不明白，招人时却说得天花乱坠。要不是当初冲着 HR 说的条件，我根本不会选择这里。明白了这一切后，我庆幸自己发现得早，于是我不再过多纠结，当晚就发了信息给老板，提出了离职。这种欺骗性的招聘、模糊的待遇、不公的规则，不待也罢。辞职后，我来到了姑姑家这里，又开始新一轮的找工作。可一想到又要找工作了，整个人就莫名的焦虑起来。跑面试、挤地铁、反复的自我介绍，被不同的人打量质疑，这些画面光想想就让我头皮发麻。其实之前已经面试过不少公司了，只是这家公司当初看起来最符合期望，去了才知道是一个面试一套入职另一套的坑。因为这次经历，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选错了行业。我所触及到的岗位好像总是一人身兼数职，累死累活还看不到成长。有时候真想换个行业，可迟迟却不敢迈出这一步。我总喜欢不自觉地把未知的工作想象得特别艰难，还没开始就提前给自己判了做不到的死刑。我想我现在最应该的不是急着找下一份工作，而是先静下来好好想想，我到底想要的是什么，我能接受什么，我愿意为什么而坚持。